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1年7月14号，星期三，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1的节目。我们今天就一个主题讲这个字节跳动啊，我们的标题是从蚂蚁到滴滴，字节跳动躲过中共铁拳吗？因为当滴滴上市遇到这个级别的麻烦的时候，我们就开始考虑当初发生在这个字节跳动上面的事情。为什么？因为字节跳动现在中国互联网的版图是这样，一块是抖音，一块是腾讯啊，腾讯是霸主，另外一个霸主叫阿里巴巴。这两个霸主呢，雄居这个整个市场大部分的份额，然后有一个新兴的霸主，就是字节跳动啊。字节跳动它有2个核心的产品，一个叫抖音，一个叫这个头条新闻今日头条啊。那么这2个产品非常的重要，它成为这个字节跳动的核心产品，而且字节跳动是目前中国唯一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全球性的互联网公司，所以我就在想，字节跳动怎么可能放过它呢？因为你想有2点，第一点，他们放弃了上市；第二点，这个张一鸣就是字节跳动的创始人张一鸣，宣布退休啊。我觉得这2件事情肯定是有关联的。结果今天的报道就来了啊，这个《华尔街日报》报道说，字节跳动的创始人张一鸣在今年3月底决定搁置上市计划。那么在此之前，网信办和中国证监会联合约谈字节跳动啊。在谈话中，官员们要求字节跳动专注于解决数据安全风险和其他一些问题。这个报道一出来，我一看，这块拼图就补上了这块拼图补上了。那么我先把新闻讲完。报道据知情人士称，监管机构从未直接要求字节跳动推迟挂牌上市，但对字节跳动在中国应用程序的数据安全合规性感到担忧据熟悉双方沟通情况的人士称，在约谈期间，监管机构给予急于了解这个字节跳动如何收集、储存和管理数据那么字节跳动的应用程序在中国有几亿用户，包括短视频抖音和今日头条那么抖音收集的个人信息包括手机号码、生日、真实姓名和身份证号码。那么其实呢，字节跳动去年就开始考虑在美国上市，或者在香港上市那么它在去年的12月完成的最后一轮，到目前为止是最后一轮融资当时的字节跳动的估值是1800亿美元。那么现在字节跳动的市值肯定已经超过了2000亿美元。那么知情人士说，鉴于中国政府的担忧，张一鸣认为，考虑到这个政治和监管环境，现在不是上市的好机会。所以呢，4月23号，字节跳动在社交媒体，实际上就是今日头条的一个互动平台上发表一个声明，怎么说呢？他说，近期有不少关于公司上市的消息，在此声明，经过认真研究，认为公司暂不具备上市条件，目前无上市计划那么字节跳动也没有解释这个为什么会这样那么除了这个以外，报道还说字节跳动搁置上市还有一个原因，是因为他们现在没有首席财务官CFO 为什么没有这个首席财务官呢？是
去年以来，这个字节跳动多次调整这个公司管理层。今年4月份，他就任命他的首席财务官叫周受资啊，周受资去兼 TikTok 啊，就是抖音国际版的这个首席执行官，而且他就常驻跑到新加坡去，常驻新加坡啊。周受资呢，他原来是小米的首席执行官啊，那你想一下，他在小米上市的过程当中，主要是操办。周受资实际上是操办了小米的上市啊，那字节跳动把它从小米那儿挖过来，什么意思？那就是要上市嘛啊。那现在他4月份把这个4月底把周受资派到新加坡去做 TikTok 的首席 CEO 啊，说明什么？说明他不想上市了，不想上市，把专门做上市的人去做这个 TikTok 的 CEO，所以你可以看，这个整个拼图就开始出来了啊，就看得很明显了。因为原来你可以看这个字节跳动的这一系列的动作，你看不到背后的动机，或者看不到背后的原因，因为他前面做的一系列动作都是准备上市啊，但是他突然一下放弃上市啊，然后而且把搞上市的搞手派到 TikTok 去做 CEO， 然后宣布不上市。过了没几天，过了一阵子，张一鸣宣布退居二线啊，所以你看看这个图画就出来了，就是中国政府的第一个铁拳，把什么呢？把蚂蚁集团上市的梦想给砸碎啊，这第一个铁拳。然后呢，这件事情发生在中间，就出现了什么？字节跳动主动放弃上市，接着就是滴滴，滴滴急急忙忙就跑到美国上市，用了3天时间把所有的上市程序完成，3天完成。这非常疯狂，然后就赶在中共100年党庆前一天，在美国上市，6月30号。但是他并没有躲过中共的铁拳，等他上市之后，中共的铁拳继续砸在他身上，所以当时这个中共开始往这个滴滴身上砸铁拳的时候，当时我就在想，抖音这可能就是跟这个字节跳动有关系。那么今天的这个《华尔街日报》的这个报道，你就把这件事情就给讲明白了啊，讲明白就到底是怎么回事的啊。那你可以从去年就可以知道，去年是 TikTok 的 CEO 叫 Kevin Mayer 啊 ，Kevin Mayer 从宣布离职啊，去年他是从迪士尼跳槽过来，美国就是字节跳动从迪士尼把他的 CEO 挖到这个 TikTok 做 CEO， 说明什么？他准备大搞，他们准备在美国大干，但是这个人在抖音，在这个 TikTok 干了不到4个月就离开了，为什么？因为中美贸易战，TikTok 成为什么？成为川普政府的一个打击对象。那么，川普政府打击对象的原因是对国家安全构成危险啊，所以然后这个整个的社会气氛就是要干掉 TikTok 啊。然后另外一个就是 TikTok 在印度啊，印度的市场也就直接就把印度给禁掉了，把 TikTok 给禁掉了，一口气禁掉了56个中国的这个手机程序啊。那 TikTok 只好再把印度的这个业务基本上关掉了，只保留了一个核心团队。所以到了去年的8月，字节跳动就面临了一场危机。这个危机就是什么？川普总统
川普总统这个签署一个行政命令，要求字节跳动出售他们的 TikTok 的业务啊，那么要求他剥离 TikTok 之资产，就等于就是你要卖掉它。然后川普总统还干了一件事情，把他的好朋友这个甲骨文的老板拉到这个交易当中来啊。到了8月21号，就是他们就开始谈判出售，字节跳动出售这个美国资产，就是 TikTok 的这个股权，然后要求是什么呢？要求美国公司控制这家公司啊，然后进入收购的包括什么呢？包括甲骨文啦，包括这个，包括甲骨文，包括沃尔玛等等啊，还包括什么？微软，沃尔玛、微软啊。然后最后呢，到21号，字节跳动发表声明，说这个 TikTok Global 就是持有美国业务的这个 TikTok 这个公司叫 TikTok Global。TikTok Global 将是字节跳动持股100%的子公司。融资之后呢，字节跳动还持有 TikTok 80%的股权。然后这个董事会包括张一鸣和字节跳动的这个其他的董事啊，还有就是沃尔玛的 CEO。然后这个，但是甲骨文跑出来讲说，这个字节跳动在 TikTok Global 里面没有股权，没有所有权，主要股东都是美国人。这当然是这个川普总统的要求。然后沃尔玛跟甲骨文又发表声明，说这个甲骨文的持股比例是12.5%，沃尔玛7.5%。然后这个中间呢，路透社又跑出来讲这个字节跳动呢在这个 TikTok Global 里面的股权大概是41%啊，大概是这个美国投资者所有。字节跳动是少于控股权。然后当时的估值 TikTok Global 的估值500亿美元，所以你想一下，它仅仅在美国的业务就值500亿美元，那你想这家公司值多少亿啊？这里面涉及到什么 ？TikTok 的核心资产就是它的算法啊。TikTok 的算法当然用的是谁的算法？用的是抖音的算法。抖音的成长靠的是它的算法。然后呢，这件事情呢，到最后变成了什么情况？这件事情就是一个川普总统掺和到这个交易当中来，因为他安排他的朋友进入了他的这个交易当中去啊，令这个交易变得非常的复杂，非常的混乱，局面非常的混乱。字节跳动不想放弃他对这个 TikTok 的控制。然后川普总统说，如果你不控制的话，你不放弃对这个 TikTok 的控制的话，9月15号之后，我就会停止你的 TikTok 的运营，然后就威胁他。但实际上呢，到最后让这件事情拖下来的原因是什么？让这件事情拖下来的原因是中国政府啊，中国政府出了一个什么东西呢？出了一个出口限制规定，把军民两用的敏感技术纳入出口限制范围，其实就等于把这个抖音的算法变成出口管制的技术。它一直禁止出口管制的技术的意味着什么？意味着 TikTok Global 就没有办法完成收购，因为 TikTok 的 Global 的核心资产就是这个算法。这样结果一来呢，这件事情就黄掉了啊，因为中国政府不批准，那么字节跳动就没办法签这个合同，那你要关就关呗啊。实际上，川普政府也不可能关，为什么？你想 TikTok 上面有那么多的人啊 ，TikTok 在美国有1亿用户，那你1亿用户你把它关掉的话，那1亿用户损害了1亿用户的利益啊，那有很多的网红在上头。
那川普马上要大选，川普总统也不会那么傻，你得罪这些人干什么？所以最后的这个事儿就拖下来，一拖呢，就拖到美国大选啊。在美国大选结束之后，实际上呢，字节跳动就慢慢的，包括 TikTok 了，就摆脱了川普政府和川普政府之间的这个缠斗啊，开始酝酿上市计划。实际上这个事情呢，一直到今年的6月，拜登政府才撤销了这个川普政府当时封禁 TikTok 的一个做法。但是呢，其实 TikTok 并没有完全摆脱这个安全审查，现在实际上还在安全审查过程啊。那么当然，这个美国大选结束，然后这个字节跳动就一想，这事儿就差不多过去了，就开始部署这个上市。实际上呢，这个时候，这个中国证监会和网信办就开始找字节跳动，所以字节跳动实际上是在滴滴之前就已经开始发生这个事情，然后这个就开始找他的同时，这个铁拳就没闲着啊。3月份反垄断调查啊，反垄断调查这个字节跳动罚50万啊，也是一个没有申报的这个媒体交易投资啊。这是一个3月份有两起事件，第一个还有一个就是字节跳动，涉及应用深度伪造啊技术，被互联网就也被网信办和警方约谈，就是3月份，这个网信办跟证监会约谈这个字节跳动，当然包括张一鸣啊，约谈到同时这一月份他被处罚2样。就是铁拳是没闲着的啊。到了4月29号啊，4月29号，人民银行、银保监会、证监会、外管局啊，叫金融管理部门啊，这四大金刚，四大金刚就当初约谈谁？约谈蚂蚁集团就这四大金刚约谈啊，约谈这个从事金融业务的网络平台，包括谁呢？腾讯、百度、京东、字节跳动、美团、这个滴滴、陆金所、天星、360、新浪、苏宁、国美、携程啊，这13家网络平台参加这个约谈。这个约谈这一上来就不一样啊，这次约谈呢相当高调，而且讲政治，开始讲政治啊。那么讲什么呢？讲这个近年来网络平台这个在提升金融服务效率，降低交易成本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啊，发展总的态势是好的，但是啊，共产党后面一但是，事儿就来了，但是也普遍存在无牌或者超许可范围从事金融业务，公司治理健全，机制不健全，监管套利，不公平竞争，损害消费者合法权益，哒很多问题啊，所以呢，要哒，然后讲政治，讲怎么讲？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网络平台的规范健康发展，要求1、要求2、要求3，所以要认真学习领会党中央会议精神，高度重视自身问题，这肯定把这帮人吓得够呛。对于这些互联网企业来说，政府一讲政治，哎，这事就不好办了啊，不好办了。然后到了5月21号，网信办宣布抖音等105款这个 APP 违法违规收集使用个人信息，要求整改。这个星期啊，5月22号啊，5月20号，张一鸣宣布离职啊，退居2线啊，就是辞任 CEO 的职务啊。那么他在这个给员工的一个封信是这么说，他说，合伙人梁汝波将接替他的职务啊，他此后将负责公司的远景战略等长期事项。这是字节跳动
10年来最大的一次变动啊。那这个《华尔街日报》是这么说，他说，38岁的张一鸣啊，是中国政府不断加强对互联网公司监管压力之际，最新一位选择离开聚光灯的老板啊。该公司在全球引发轰动的应用 TikTok 的安全争议还没有平息。然后张一鸣在给他的员工的信里面说，他说，虽然现在公司业务发展良好，但不应该停留于此，公司应该变得更有创造力和富有意义。所以呢，希望自己去聚焦这个远景战略、企业文化、社会责任等长期的重要的事情。他说我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成熟的管理者，他非常谦虚啊。我也不是很擅长社交，我更喜欢研究组织和市场原理来减少管理啊，喜欢自己上网看书、听歌、发呆，谁不想呢？谁不想？然后他就说咱要用6个月的时间，他5月份嘛，5月份宣布啊，那6个月时间呢，也就是年底了啊，年底就完成这个交接工作。张汝波是他南开的同学，那么他们俩是一直在一起。他说他们大2的时候，这个梁汝波买一个主机，他买一个显示屏，2个人就开始编程，2个人他们关系这么好啊。那么但是呢，他在信里面并没有讲啊，他的这个调整是不是会影响董事会的构成和股权，也没有讲。那么去年4月份，这个福布斯全球富豪榜，张一鸣个人资产162亿美元，位列全球第61亿，是中国富豪榜上的第7名啊。那么当然，张一鸣不是第一个辞职的老板啊。3月份，拼多多的创始人黄峥突然辞职啊，辞任董事长。他说是去投身那个食品科学和生命科学的研究，你信吗？鬼信啊！今年3月份同时辞职的还有这个蚂蚁集团的 CEO 胡晓明啊，那么负责蚂蚁生态社会的公益项目啊，那他是要为这个转型负责，为蚂蚁集团的转型负责。我们刚才说过啊，字节跳动这些年发展的非常快，原因是什么？原因它抓住了2点。第一个，抓住了人工智能，它把人工智能放到内容发展去啊，放在内容上面去。今日头条是人工智能的产品，那么抖音也是人工智能的产品。这2个产品的核心是它有个算法，通过这个算法呢，推算你喜欢的内容，把你喜欢的内容推送给你。这就是为什么这2个产品这么厉害的原因啊。然后呢，它现在核心的是抖音跟今日头条，还有西瓜视频、懂车帝啊。目前它有7万员工啊，7万员工。那么字节跳动也是全球最有价值的初创公司之一啊。它目前的主要的投资者，一个是红杉，一个是 KKR 啊。那它和这个滴滴不一样，滴滴一直在亏损，所以它为什么要持续的融资？它原因是因为它一直在亏损，但是字节跳动不是，字节跳动它挣钱啊，因为什么？这个不一样，字节跳动它轻资产，它的核心资产是算法，算法是非常轻的资产。那么字节跳动在今年6月份内部通告说，这个去年的收入增加了1倍，达到343亿美元，毛利增加到190亿美元。那你想一下，这毛利非常的高。它的毛利唯一跟它能够相提并论的是阿里巴巴。阿里巴巴其实是一个淘宝，其实是一个广告公司，它是卖广告位啊。虽然他说是一个电商平台，但其实它是一个广告，靠广告挣钱。基本上这个它跟字节跳动业务类似啊。
那比起这个腾讯跟阿里，这个字节跳动基本上是目前中国最成功的全球性的互联网公司啊。它在欧洲跟北美都有这个庞大的用户群 TikTok 啊，那么估计每个月的月活量有7亿，非常厉害，非常厉害啊！这当然是中国政府把它抓得特别紧的原因啊。那么我们刚才讲，中国现在网络霸主，一个是腾讯，一个是阿里，还有一个是谁？字节跳动，这3个霸主。字节跳动新兴的这个霸主啊，那么你看啊，我们再梳理一下啊，蚂蚁上市，它的目标是什么？蚂蚁上市，它的目标就是帮助，当然它自身要上市，它需要上市去实现它的价值。大部分的企业是通过上市去体现它的价值，因为你不上市，你没有买卖你的股票，你没有办法把你的价值体现出来，而且你没办法实现你的资产的流动啊。所以呢，蚂蚁上市，当然去实现它自身的价值，同时它要去实现它背后政治势力的价值。那你蚂蚁背后有各种政治势力，股权股东有很多这种政治势力。你不去上市，他们怎么套现？所以蚂蚁集团的目标是这个目标。第二，字节跳动啊，字节跳动上市的动力并不强，原因是什么？原因有2个。第一个，它本身它的财务状况很好，它是挣钱的，它不需要融的。其实它不需要融资，它不需要跑到股市上去拿钱，它已经很挣钱啊。第一，它有非常健全的财政状况，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它的股东也不复杂啊，它的股东也不复杂，它跟蚂蚁不同，它跟滴滴也不同，它的融资的次数很少。那蚂蚁融资很多，当然它是利益输送，蚂蚁集团的融资都是为了利益输送，因为它上市一看，大家都知道它一上市会狂涨，所以把股权出让的话，意味着什么？利益输送啊。那么字节跳动没有那么复杂的股权关系，所以呢，它既没有太强的这种融资的动力，也没有太强的套现动力。因为它股东不多啊，它受到的股东的压力也没那么大，因为股东投入它的股权也不多。另外，它在挣钱对于一家盈利的公司来说，股东上市的这种急迫性也就没那么高。所以呢，当政府一挥动铁拳的时候，张一鸣就上来好，我们就不上市了。你看他选择就一挥动铁拳，那我们就不上了吧。他马上就是不上了。然后再挥动铁拳的时候，他干什么？我退居2线，我不想面对你们。这就是不一样的地方啊，这不一样的地方。那么，所以呢，现在外界就在讲这个张一鸣这个选择是明智的。但是我们回过头来想一下，当你现在看到这个局面的时候，你想一下，当初这个张一鸣坚持要控制 TikTok， 对 TikTok 的控制，没有想办法把 TikTok 的股权卖掉，到底是有利呢，还是不利呢？你看到最后的情况是什么？到最后的情况是中国政府不让卖，最后就不让卖啊，这是一个。结果到了滴滴的情况就出现了很大的变化啊。滴滴上市非常急迫，原因是什么？原因2个。第一个，股东压力非常大。你想一下，他20次融资，融了20次，一般来说，这个独角兽融20次不多见，因为它资金需要庞大的资金，非常庞大的资金。融了
9年融资20次，然后融了200亿人民币。那你想，股东把钱扔进去，扔了8、9年时间，然后扔了那么多的钱，一直在亏损，你不赶紧上市让我套个现，怎么弄？说不过去啊。所以股东压力非常大，这第一个。第二个，他还是在持续亏损。虽然他把今年1季度说是挣钱，那鬼都知道那是做出来的啊。所以呢，他在持续亏损，然后他需要更多的资金，所以他更急迫的上市。所以它的背后的原因是这2个原因。但是真正滴滴为什么这么急迫的上市？我觉得跟他 CEO 是柳青是有关系。柳青是柳传志的女儿，柳传志是中国教父级的企业家啊，那政商两界通吃啊，人脉非常的广啊，所以说明什么？说明他们在字节跳动身上看到了一个什么？看到了一个前景。什么前景？上市的门正在关上，所以赶紧在门关上之前赶紧跳出去。所以滴滴是在做一个基本上叫逃命的动作啊，这是个逃命的动作。所以你可以看最后过去1个星期发生了什么？发生了第一，海外注册去海外上市公司要开始监管起来了，原来是没有监管啊。2015年开始，连这个叫不反对通知书都取消了，所以实际上原来民企、国企上市要审批，民企海外上市是不审批。不审批这件事情将会改变，那么会有2道关口，一道关口是什么？中国证监会，一道关口是网信办。网信办的规则是什么？只要你超过100万用户，你就要去网信办申请这个网络安全审查。那你知道他审查成什么样？不知道的，这里面不确定性比中国证监会还要大。那你讲起政治来，这有理讲不清啊。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这2个门一关，那就多了去了。所以你可以看到，从蚂蚁集团到滴滴，最后中间缺了一块，就是什么？字节跳动。字节跳动，我们今天的题目就把这一块填上了，大家就可以看到，其实发生在滴滴身上的所有的一切，其实在今年年初一直到现在就没有停过，只是我们不知道而已。就是所谓的这个所有的暗流都在波涛汹涌的发生着，只是大家没有看到。中国政府今天做的这些动作都不是突然做的，他一直在做。这就是我们今天这个专题的结论啊。好，那我们今天的专题就讲到这里，我们下面进入互动啊。进入互动之前，温馨提示，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很抱歉，我们今天又迟到啊，迟到的原因是，还没准备好啊。今天这个题目有点复杂，我们需要大家要知道，从今年年初到现在，发生在这些互联网企业身上的事情非常的多这个眼花缭乱，我们要尽量的把这个脉络整理的清晰简单，能够让我用很简单的方式跟大家报告，需要一点时间，所以今天没有别的理由，就只有一个原因，就是我还没有准备好。当然中间也准备了一些其他的题目，但我还是觉得我们集中来讲这个题目会比较好，所以会用比较多的时间啊。明谢老蒋，谢谢。Fan Gu， 谢谢。马里亚纳打猎，谢谢。Helen， 谢谢。情况 ，CCP 数字集权越来越厉害。女儿小学1年级要求在手机上
完成国防征章问题打卡，题库不知道多少，随机选20题，而且不能错一题，错一题就要重做。给小学生搞这种，说白了就是搞家长，真的是干正事千疮百孔，干坏事滴水不漏。观点：美国政府在封杀 TikTok 事件中被中国政府反杀，这正说明了民主政府和专制政府对抗的不平等性。美国政府制定政策需要考虑美国用户的需求，中国政府却不需要考虑中国人的感受。封杀任何外国产品不费吹灰之力，这就等于对统治者的第一人权优势，这就是对于统治者的第一人权优势。我觉得川普政府有一个非常好的策略是什么？就是对等。刚才这个网友也讲TikTok 这件事情，你就会看出来，中国政府和美国政府在这个制定对抗的过程当中的不对等。这种不对等呢，是的，这的确是存在。川普政府针对 TikTok 的政策其实是基于保护谁呢？保护美国公民、保护美国国民的利益的角度出发。但是中国政府控制这些互联网企业上市，出于什么？出于国家安全出发，不是出于保护中国公民权益出发，它是出国家安全。国家安全是什么？国家安全就是他自己安全啊。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我觉得，川普政府的这一招是很有力量。你怎么对我，我就怎么对你，这公平吧？这一下子就把所有的不对等一下就是拉到对等上。你比如说，你不让谷歌，你不让这个抖音，这个 Twitter 和 Facebook 去中国，我就封你们所有的用户。当然，这里面也有问题啊，就是那还会损害美国人的利益。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怎么去拿捏中间的分寸？但是前提是什么？我觉得前提就是把对等原则提出来，以对等原则为前提去设定政策，然后再完善这个政策本身，我觉得更重要啊。情况，《华尔街日报》报道，字节跳动放弃美国，这不是我已经说过了吗？情况，字节内部现在进行数据和系统的隔离，以后美国 TikTok 的线上操作会外包给美国 OP。OK， 提问，请问王老师，类似博裕资本这样的红色后代企业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盈利并维持运作？它盈利这样的公司，这是个空壳公司，它只是持股而已，它不盈利啊，它不需要运作啊。他们是一家博裕资本是一家投资公司，投资公司盈利靠的是什么？靠的是买股票。那他能拿到的股票肯定都是像蚂蚁这种，就是拿到股票就挣钱的股票，对吗？你说呢？所以他怎么盈利？运营他没什么运营，投资公司的运营不就是其实都是靠老板去搞定关系的，底下人操作一下。提问，滴滴的海外融资是因为缺钱，中共阻止滴滴海外融资，不就是把滴滴这样缺钱的企业逼上绝路？请问王老师，为什么中共要逼死这些互联网公司？这些互联网公司的失业人员该何去何从？第二个问题是基于第一个问题，第一个问题他并没有逼向绝路，为什么？他是缺钱，他不是缺钱，他是需要上市。上市呢，因为他在亏损，他在亏损的话，他上市的话，他就有个融资渠道，很方便的融资渠道，所以他不让他上市，这个融资渠道没有这个融资渠道，并不意味着他就没办法融资，他还是有融资渠道，只不过呢就没有那么便宜或者没那么好，所以他并不会逼上绝路。OK 我们不要把事情总是想的那么绝对啊。
一件事我们经常遇到这种这件事情不行，那就要死掉了，哪那么容易死掉啊？滴滴这么大的一个企业，那不会那么容易死掉，它的商业模式是成立的。那一个公司呢，它死掉的原因是什么？一个有规模的企业，它的倒闭通常只有一个原因，就是什么原因？它的商业模式不成立。它的商业模式不成立，你多大的企业都会死掉，因为为什么？因为你一直在亏损。只要你商业模式是成立的，短暂的亏损是没有问题，一定会有人借钱给他，是这样。提问，请问王老师，现在中国政府已经慢慢把赴海外上市的门关上，中国国内有融资需求，或者是想输送利益的互联网以后怎么办？没有关上，没有关上，它只是加了一些关卡啊，这关卡只要能过，你还是能上市吧，我是这么觉得。至于你后面的问题就不成立了，就不需要回答。我们大概是需要梳理一下自己的思路，先搞清楚问题是什么，前提不能假设你的前提，先把前提搞确定，好吗？观点：紫光集团的破产是逃避债务的操作，破产是个空壳公司，旗下的各种优良实体都在正常运行，没有受到影响。紫光集团是一个控股公司，它不是一个。如果因为很简单，紫光集团持有的资产，如果它破产的话，这些资产就会被卖掉，卖掉呢，它才能够还债。那它逃不掉这个债务，因为债务是谁欠的？是紫光集团欠的。紫光集团欠了债，紫光集团在持有这些资产，那么它破产，它就要把资产卖掉去还债，理解吗？它怎么逃债？它逃不了债，那最后它就破产呗啊。所以，我不觉得逃债是什么情况呢？逃债就是有点像什么哈，有点像这个叫什么？宝马，就是叫什么？辽宁的那家公司叫什么来着？忘记了。他把内部的资产转移出去，转移到另外一家公司去，然后再把这家公司破产。哎，这是有可能逃避资产、逃避债务。就是说，如果他没有把他的资产转移到另外一家公司去，他逃债逃不了债。只有转移掉资产，他才能逃债。那紫光集团现在它的资产都在紫光集团，没有转移出去啊。提问：现在网信办收紧监管政策 ，TikTok 的全球总部在新加坡，请问王老师 ，TikTok 会和字节跳动分开运行吗？它实际上现在已经在做这个动作，就是字节跳动本来就是分开的。因为字节 TikTok 呢，它是收购了一家美国的公司，在这个基础上去运行的。那你想一下，它本来就是两家不同的公司，所以，所以它本来就是分开运行。提问：防火墙是中共控制思想、全民洗脑不可或缺的工具。请问王老师，别的专制政府，例如古巴共产党，为什么不学习？你得问古巴共产党，我真不知道他为什么不学习啊。提问：美国开始与中国脱钩，而且美国对中国公司在美国上市监管趋紧。请问王老师，为什么滴滴在美国这次上市如此的快和顺利，没有看到美国的阻挠？美国为什么要阻挠？美国并没有阻挠。美国是一个，我还是讲过很多次啊，大家要搞明白，西方国家，它是个开放的体系。什么叫开放的体系？我举个例子，比如说上市，上市有7个条件啊，7个条件，1、2、3、4，我把这7个条件凑齐了，我就上市了，这就叫开放体系。
我开放的体系就是这个意思，他不管你是谁，他不管你是谁。中国不是一个开放的体系，为什么？他不告诉你有多少个条件，然后你把这个条件凑得差不多了，你去上市，然后里面的人告诉你不行，然后你把钱放进去，还不行，再放点钱进去 ，OK 了，就进去吧。这就不是开放的体系。所以美国就是个开放的体系，开放的体系，他把这7个条件凑齐了，他就上市了。他为什么3天7个条件全凑齐，他就上市了？他为什么3天能凑齐，别人3年没凑齐？说明什么？说明2点：第一，他准备的很充分的，他早就在准备这件事情，这第一个。他这件事情可能准备了好长时间。第二个，帮助他上市的人很牛啊，对吧？能把3天之内，在他跑来之前已经把所有的事情全部铺垫好，跑得来上来哐哐哐3天搞定上市了，只能说明这个啊。所以当然中国人很难理解，中国人很难理解什么叫开放的体系，这就是开放。中国人很难理解为什么 CGTN 就是中央电视台国际版可以在欧洲播放，为什么可以播放？原因是什么？原因就是你是个开放体系啊。CCTV 拿着你要求4个条件，我把4个条件啪啪啪全满足，你就必须让我上。你说你不让我上，那你就讲政治。你一讲政治，说明什么？开放的体系被破坏。中国人要理解开放的体系是什么意思啊？提问，请问王老师，中共下这么大决心打击民企和私企，中国怎么维系赖以飞速发展的市场经济？维系，这么大题目，你让我怎么答？市场经济它还在，中共没有放弃市场经济，所以维系就不需要维系啊。都放弃市场经济是什么？市场经济就是所有的一切都经过市场交易去发生，所有的价值、所有的交易都在市场上发生，这就是市场经济啊。所以我不知道怎么答你，他打击民企跟维系市场经济不矛盾啊。把民企干掉，我的国企进去，不就还是市场经济啊？情况：西安近期40度以上高温，没有空调基本没法过。不料从昨天开始，各小区轮流大面积停电。公众号、朋友圈还煞有介事地公布哪些地方停电，似乎大家都特别能忍，都感觉自己活该受着，也不知道是不敢不高兴，还是真的习惯了低人权状况。对比当时美国暴风雪停电的时候，国内人人感觉美国惨极了，中国人太幸福了，这种反差简直太魔幻。不让你说，就是不让你说。提问，请问王老师，昨晚提到的行政权下放的街道和乡镇，对普通老百姓的影响是什么？你再把节目看一下，后面有说。情况：续多省实行对未接种疫苗的人出行限制。广西提出为强化校园疫情防控，根据应重接种的原则，各个阶段，幼儿园、小学、初中、高中的学生户口本，家庭成员符合接种条件的，在开学前要求完成接种，未完成接种的暂缓入学。这简直一种绑架，他们是疯了吗？疯了。为什么？当你不能够保持你的人权的时候，你所有的权利都保证不了，对吗？是不是？这就是很简单的道理。还是那句话，民主不能当饭吃，但是没有民主，饭就没得吃啊。除了你连饭都没得吃，你还能保证其他的权利吗？那是不可能的事情啊。提问，请问王老师怎么看待批判莫言的风潮？我没有看到啊，有批判莫言的风潮吗？你们在提这种问题之前，你能够把基本事实一起放下来，好不好？我没有看到啊，所以我不知道怎么看。提问，请问王老师，为什么有些中国人虽然自身生活条件不佳，却会认为国家未来会越来越好？通常不是如果自身条件不佳，就会觉得国家未来没有希望吗？他就认为大锅有了，小碗里面也会有，
他不知道大锅里面的全是小碗倒进去，就因果关系搞错了。就是以前叫什么大锅里面满了，小锅里面也会满，其实搞错方向了。就是你想一下，很多人觉得只要大锅里面是满的，我的碗里也不会缺我这一碗。其实他搞错了，你碗里是空的原因，大锅里满的原因是因为你碗里面，你小碗里面空了，它大锅里面才满，理解吗？他把这因果关系搞翻了，就是你的小碗里面如果没有，大锅里面其实本来就不应该有。首先应该解决每个人碗里都得有，大锅里面剩下才是大锅里的。所以这件事情为什么他们会这么觉得，就是把因果关系搞反了，就是国家主义啊，国家主义对中国人的洗脑。情况，坐标北京，在家附近和朋友散步，碰到民警查身份证，之前是报号，然后现在直接人脸识别。民警随口说了句：“你还有车？”我问了一下，我的存款能不能查到？民警说看不到。数字化和人脸识别虽然有方便很多人的生活，但自己的个人信息完全暴露在别人手里。你搞错了，不是别人，是政府。就是如果你每个人都被政府从人群中能够抓出来的时候，你就是什么？你就是这个世界上最脆弱的物体。为什么？他一拳就可以把你打碎。这就是中国的数字集权工具。所以大家千万不要再去炫耀啊，我这手机支付多方便，不要去炫耀这些，对你来说一点好处都没有。好吧，那我们今天的主题就到这里，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一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